如果有苍蝇在你眼前转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可能有一些小伙伴会说，这有什么可问的？不用赶走它，自己也会飞走的。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，因为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，苍蝇有可能会把虫子吐进你们的眼睛里。你没有听错，前几年有一个大学生发现自己的眼睛很不舒服，照镜子之后才发现眼球下面有一小根透明的线，最后竟然扯下来是一整条虫子。看着虫子在手指上蠕动，可把他恶心坏了。而让他更加难以接受的是，他眼睛里面的虫子总数远不止这些。看到这儿，各位眼睛是否有点不舒服了？没关系，看完之后就舒服了。这是一个有用的视频，还请各位看完之后多多转发，特别是养宠物的朋友们。开头提到的大学生就是艾比·贝克利，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感染罕见眼线虫的人。这在之前，科学家只在牛身上发现过。2016年的夏天，28岁的艾比在俄勒冈州南部的牧场里居住了一段时间。他每天骑马钓鱼，生活不亦乐乎。另外，那里的养牛业也是相当的出名的。可就在几个星期之后，事情变得越来越离谱了。艾比先是觉得眼睛里有异物，以为是睫毛掉进去了，就没当回事。可渐渐的，不舒服的症状越来越明显，艾比的眼睛开始莫名的发痒刺痛，不管谁来帮忙看，也没能在眼睛里面找到异物。艾比这才意识到问题并不在睫毛，情况可能要比自己想的严重的多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头痛欲裂，忍无可忍，恨不得把眼睛挖出来洗洗。然而在翻看眼睑的时候，艾比竟然发现了异物，有一根类似于细线的东西在眼睑上面蠕动。接下来的一幕让艾比终身难忘，这根细线在他的手指头上弯曲跳动，活力满满，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虫子啊！艾比惊慌失措，立刻联系了医生。说实话，一开始医生心里是半信半疑的，但给艾比检查过后，果然又从眼睑里面取出了4条虫子。更夸张的是，有的虫子还特别的长，绕起来就像是回形针。它们被取出来之后，大约过了5秒钟就死了。很快，艾比在医院里面被围观了。一想到这些东西在眼球里面闲逛，他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但医生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于是建议他预约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眼科主任，找更权威的专家来看看。等待向来是煎熬的，艾比开始胡思乱想，自己眼睛里面到底还有多少条虫子呢？以后他会不会直接失明？要是虫子爬进大脑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可令人意外的是，专家给艾比进行了彻底检查后，什么也没有发现，甚至开始怀疑艾比是不是眼花看错了。很有可能只是某种粘液，并不是虫子。不过专家的怀疑也并非没有道理，毕竟在美国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可偏偏艾比就是那位天选之女，她感染了一种从未在人体身上发现过的线虫。果然在1个小时之后，艾比的眼睛又不对劲了，他赶紧叫专家来看。他们终于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，一条虫子在眼睑里面缓慢的移动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，疯狂的喊着快看，是真的虫子。紧接着，医生们立刻分散开来，忙着取样。就这样，在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里，专家又从艾比的眼睛里面取出了14条虫子。看着细细的线虫爬过他的眼球，那场面实在是触目惊心。后来，经过疾病控制中心的专家验证，艾比在去俄勒冈牧场时，不小心感染了一种名为牛眼虫的寄生虫。顾名思义，这是牛身上独有的，而且专门靠牛眼泪为生。而最令人惊讶的是，在这之前，牛眼虫从未感染过人类。一般来说，这种寄生虫只会在动物中传播，就比如家中的宠物猫、宠物狗，也有感染这种寄生虫的风险。一旦感染牛眼虫，轻则损坏视力，严重的还会导致失明。专家指出，这种寄生虫生活在牛眼睛的表面，在雌雄交配产卵后会孵化出细小的幼虫，而各种类的苍蝇都有可能会以牛的眼泪为食，如果不小心吃进幼虫后便会吐掉，而大多数都是吐在牛的另外一只眼睛或者别的动物的眼里。恰好艾比碰到了这个极其微小的概率，苍蝇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幼虫吐到了他的眼睛里面。不过好在专家也向他保证，这些不速之客既不会吞噬他的大脑，也不会导致失明，这才逐渐打消了艾比的顾虑。如果说上一位患者是因为去了牧场靠近牛才感染的，那这第2位更是猝不及防了，因为他只是做了最平常的一件小事，那就是晨跑。这位患者是一位68岁的妇女，她平时身材不错，经常外出晨跑。可从2018年3月开始，该患者的右眼就越来越难受，她也怀疑是睫毛掉了进去，或者是进了沙子，于是设法洗了洗眼睛。可没想到罪魁祸首很快就现身了，一条活着的虫子正在拼命的蠕动。其实和艾比一样，她也是拜苍蝇所赐。1个月前，该患者在加利福尼亚海岸边的小路上晨跑，刚刚绕过了一个弯，迎面就撞上了一群苍蝇。他只能不停地拍打它们，将这些拦路虎赶走，然后继续跑步。可谁知道，就是这短短的偶遇，给他带来了讨厌的寄生虫，而且不只是1条。这些虫子就这样日夜地生活在他的下眼睑和眼球之间，四处游荡。事后，该患者来到了医院里面，医生检查过后，又帮他取出了1条，并留下来用于分析实验。
本以为虫子取出来后眼睛就没事了，结果反而2只眼睛都发炎了。可医生死活都找不到虫子的踪迹，患者只好先回去。在医生的嘱咐下，他继续用蒸馏水冲洗眼睛，时不时的检查眼睑。果然，在患者照镜子的时候，终于找到了最后一条虫子，不适的症状也随之消失了。根据专家推测，该患者与大群苍蝇偶遇时，没有办法把眼前的苍蝇一下子就赶走，所以某个携带幼虫的苍蝇就不小心把幼虫吐到了他的眼睛里面。不过说到底，这些苍蝇大概率也是从附近的卡梅尔谷飞来的，因为那里有一大片的牧场。短短的2年时间里面，美国就出现了2起罕见的人类感染牛眼虫的病例。虽然这可能是巧合，但不免让人开始怀疑，美国是不是正在面临人畜共患病的困局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按照道理来讲，一般的寄生虫不太可能突然转移宿主，更何况还是从动物转移到人类身上的。像东方眼虫、加利福尼亚眼虫和牛眼虫都是比较罕见的病原体，它们的生命周期共有6个阶段。第一，成虫居住在最终宿主的结膜囊中，卵生雌性释放第1阶段幼虫。第二，某些双翅目昆虫，就比如苍蝇，会以宿主的眼泪为食，从而摄取1阶段的幼虫。第三，幼虫在苍蝇的消化当中发育，变为感染性幼虫。第四，发育完全的感染性幼虫转移到苍蝇的口中，等待时机。当苍蝇再次捕食眼泪，感染性幼虫趁机会入侵下一位宿主的眼结膜囊，就比如牛，最后再通过苍蝇这个中间宿主，以此循环，最终传播到人类身上。家里如果有养宠物的小伙伴，肯定会对这种寄生虫有所耳闻，尤其是东方眼虫病，是一种寄生于猫狗眼结膜囊的线虫，当然也有可能寄生于人的眼睛。通常来说，被感染的宠物眼睛会出现变红、流泪、畏光等症状，如果任由它感染，还会有分泌物流出，粘住上下眼睑，从而引起糜烂。严重的还会引发角膜穿孔，导致失明。如果人类感染了这种线虫，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炎症，以及明显的异物感，情况严重的话，也会畏光、水肿，产生结膜炎。所以，如果当你家宠物频繁流泪，眼睛偶尔还睁不开，经常想拿爪子挠眼睛的时候，那就该注意了，它很有可能就是感染了东方眼线虫，赶紧去医院进行治疗。为了宠物和自己的健康，我们还是要学会科学饲养，定期检查和驱虫，消灭生活当中的蝇类。当然，千万不要因为这点小问题就遗弃宠物，这对兽医来说是比较常见的病症，虫子取出来就没有事了。另外，平时做好防御工作，注意眼部卫生，宠物也不会轻易感染，主人也能更加的安全。当然，各位也不要焦虑自己眼睛不舒服是患上了眼线虫病，你想想它传播到人的眼睛得经过多少复杂的流程，又不可能每只苍蝇都吃到带眼虫的眼泪再吐到你的眼睛里面。这样的几率简直是比中彩票还低了。视频当中的2个案例都是罕见的特例，毕竟在美国境内也是数1数2的。最后不也没事，不会危及到生命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有定期给宠物驱虫吗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